自1027行动以来，缅北战事持续升级。彭德仁领导的缅甸民族同盟军联合多个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组织，以打击电诈为由，向缅北4大家族和他们背后的缅甸军方发起武装行动。目前战线已经推进到电诈集团聚集的果敢老街地区，即将形成合围。据传，很多诈骗头目已经通过缅甸军方的武装直升机转移到缅甸内陆，票价高达每人20万美金。缅甸军政府最高领导人敏昂莱随即誓言，军方将对缅北发动反击，同时宣布缅军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全员做好上前线的准备。与此同时，由于军事冲突的蔓延，成千上万的果敢平民被迫逃往中缅边境。然而，敏昂莱军政府本身就是通过政变上台的，在缅甸国内以及国际上的合法性备受争议，一直被称为敏昂莱政变军人集团。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敏昂莱是目前缅甸军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自2011年起担任缅甸国防军总司令，并在2021年发动政变后，成为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的主席，并自认为缅甸总理。这一政变导致原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和总统温敏被软禁和解职，联发党籍的副总统敏锐被军方扶植为总统，国家议会被解散，以及2020年缅甸议会的选举结果被作废。其实，自1962年缅甸军事政变以来，缅甸一直处于军政府统治之下。1990年缅甸议会选举，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取得压倒性胜利，但军政府拒绝政权转移，并将昂山素季软禁。2011年至2015年，缅甸民主改革展开，缅甸议会选举中，全国民主联盟再度获胜。然而，军方仍然保留大量统治权力，包括直接任命缅甸1/4联邦议会议员之权。2021年政变的3个月前，全国民主联盟在议会选举中赢得了476个席位中的396席，与2015年相比赢得了更多的席位，而军方控制的发展党只赢得33席。军方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声称其存在选举舞弊，并直接发动了政变。军事政变后，敏昂莱政府引发了国内外广泛的谴责，国际社会指责缅甸军政府侵犯人权，特别是在缅甸国防军在罗兴亚危机、反政变示威及其他少数民族等事件的应对上涉及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敏昂莱被认为负有主要责任。缅甸军方的行为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谴责军政府的行为，要求恢复缅甸的民主秩序。在缅甸发生政变后，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包括政府雇员、普通市民以及地区的民族武装组织，他们要求释放被软禁的领导人，承认选举结果。许多缅甸的年轻人直接走进丛林深处，加入了抵抗组织训练营，向政变集团宣战。目前缅北战事的复杂性在于，不只是彭家声的儿子彭德仁对缅北4大家族的复仇，也包括缅甸反对派武装与敏昂莱军政府之间的对决。当然，电诈集团能长期盘踞在缅甸，不只有果敢4大家族，缅甸军政府也在其中充当保护伞，像臭名昭著的果敢老街、妙瓦底的 KK 诈骗园区等，甚至有军人作为股东明目张胆地参与其中。犯罪集团不仅搞赌诈，还附带人口贩卖、非法囚禁、毒品交易、器官摘除等行为。据媒体报道，泰国警方统计，每年大概有7万名华人从泰国被贩卖到了缅甸的妙瓦底，相当于平均每天有将近200人被卖过去。而这还仅仅是泰国官方公布的数据，这类诈骗集团的续存已经和缅甸军政府形成利益共同体。凤凰周刊曾报道，总部位于妙瓦底的缅甸亚太国际控股集团公司涉及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多项犯罪行为，其工商注册资料直接显示20%的股份为克伦邦边防军的一名上校持有。这也导致中国警方连年展开的中缅联合打击电诈行动阻力重重。果敢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以打击电诈为由的军事行动，在名义上确实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然而这只是敲山震虎，缅甸的政治局势仍然不稳定，敏昂莱政府的合法性问题仍未解决，缅甸其他地区的电信诈骗问题也亟待解决。总之，缅甸的未来取决于2方面：一是能否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建立广泛认可的合法政府；二是是否有决心彻底根除诈骗团伙等毒瘤，重新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